买房对很多人来说呢，曾经是生活中非常重要的大事。但是呢，随着房价下跌，业主们也是后悔不迭。北京大哥前2年花了500万在北京边上买别墅炒房，现在赔的只能卖100多万了。我已经欲哭无泪了。162万买的房子，3年时间降了60万，卖都卖不掉。我前几天就说房子涨成这样子，把房子卖掉的都不够还利息的。我买完房眼泪都哭干了，我房贷3700，还了5年了，还有64万的贷款，但是我房子现在已经降到了54万，我的贷款比房子还贵呢。我每天工作就是给银行打工的，合着我每天努力工作的意义到底是什么？哎呀，我最近嗓子也蛮急的，赚钱给银行还月供吗？自从买完房，我现在都没在外面吃过饭，早饭我就吃一颗鸡蛋搞定了，健康还不贵。自从买完房，我什么都不敢买，就怕哪天没钱还贷款。都说买房是为了更好的生活幸福，可是我买完房以后呢，我怎么就感觉不出来幸福呢？全亏光了，现在是真的太累了。卖了这套房，就向现在的生活说再见了。房子刚拿到，竟然就亏了一半，关键还是这么高端的小区。房东来登记的时候一直在哭，房子卖了1分钱都不剩了。生活所迫啊！你卖了之后，相当于首付也没了，现在1分钱都不剩了，这房子就是白买了。是的，全亏光了。哎，请跟我们说一下呗。20年买的吧，是吧？首付60，贷款140。这是我海南海花岛的房子啊，19800一平买的，现在5000块钱终于卖出去了，肠子都悔青了啊！当时呢，因为一家子来云南这边旅游嘛，觉得这边适合宜居，而且冬天嘛，因为我们是北方人，觉得特别冷，就想找一个这样的就是春暖花开的地方过来过冬嘛。想的非常好啊，可是现实呢，往往啪啪打脸。而且最让我痛苦的是什么呀？当时是来这海花岛，觉得地方比较好，出门就看海，哎，各个的景色也比较漂亮。而且这岛上呢，当时也有个酒店，什么会市啊、水上乐园呐，我觉得也非常不错。但没想到啊，设施其实还是不完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医疗条件太有限了，你更何况别的。这岛上只有个小诊所，有一回孩子发烧了，就直往诊所上去，但诊所还医疗条件有限，你要真的想要什么东西，你还得上到市里，但是到市里好几10公里的路程，就特别的麻烦。随着中国房价不断下跌，房主们也是各有各的心酸。这名男子拿出积蓄，竟然买了一套烂尾房。他们说买房子保赚不会亏，所以说我们才买的这房子，而且花光了我们所有的积蓄，现在搞得直接亏30个 W。这名男子揭示出安徽省蚌埠还房贷的现状。普通人贷款80万买套房子，这辈子基本上算是废了吧。就拿我们蚌埠平均收入4000块钱来算啊，贷款80万，按现在的房贷利率3.1来算，每个月要还3400块钱。还完房贷呢，每个月就剩600块钱了。这都2025年了，600块钱真的够一个月的吃穿住行吗？这还不算车贷啊！你们说30年辛辛苦苦做牛做马，最终剩下了什么啊？有人说房子的产权是70年的，你见过哪个30年以上的房子是能住人的？早就换新房了。辽宁省沈阳市一名中介说，一名房主100万的房子被买方大砍价。沈阳这房子已经没法卖了，房主们都已经崩溃了，买房的人已经疯了啊！房主要价100万，你们猜猜买方给出多少钱？今天早晨带一个客户来看房啊，来来回回看了7、8套吧。之前也看过一段时间房子，然后今天看了一个恒大兆丰广场的，觉得还行，跟我说你约一下房主，咱们谈谈价格吧。见面后谈到价格，客户说这个房子吧，我能给你出到60万。就瞬间一下屋子里所有人都安静下来了，感觉所有的东西都静止了10秒钟。然后我就静了一会儿，然后和客户说，哥别闹啊，房主诚心卖啊，没这么给价的。然后客户大哥的爱人立马接话说，那也行，咱们最多加2万啊，他要卖的话咱可以买。房主听这话直接转身就走了。买房对很多中国人来说呢，是非常重要的一件大事，因为这涉及到全家有一个安身之所，以及为孩子结婚做准备，为自己养老做保障。是看了上述的视频，却让人感到很无奈。在中国政府之下，
很多人掏空毕生的积蓄，每个月省吃俭用，辛苦还房贷，到头来房价不断下跌，最后却发现自己是在给银行打工，甚至呢，这几年还的房贷都打了水漂，不能不让人质疑中共政府在这其中起的作用。中国一线城市上海曾经是让很多人心驰神往的国际大都市，但如今呢，却随着中国经济整体下滑，上海也是变得越来越凋敝。那么更让人惊讶的是，曾几乎是寸土寸金的上海房价，竟然是一路暴跌。你知不知道现在上海的房价有多惨啊？听说啊，最近蒸发超过了70%。杨浦区的鞍山密云小区最高分卖了多少钱一平方？14.6万啊，但现在多少？6万8千块一个平方，跌幅达到了53.5%。还有黄浦区那个叫市民新村啊，最高分是23.3万一个平方，现在只要11万一个平方了，跌幅超过54%。闵行区的高兴花园现在一点都不高兴了，最高分12万一平方，但是现在只要5万4了，55%跌没了。还有那个叫奉贤南桥的贝港南区，最高分也差不多卖4万啊，但是现在只有1万3啊，跌幅高达57%。青浦的白鹤知道吧？绿地寝孩离花桥比较近的地方，最高分3万3，现在1万4，跌幅也达到了60%。还有金山的新城梅州新村呢，最高也要2万3，现在9000都不到，跌幅超过63%。更可怕的是什么？是临港有一个叫保利琳琅公馆的，最高分6万多一个平方，现在挂牌2万7，根本卖不掉啊，跌幅简直超过了70%。你们说严不严重吧？上海楼市今年可能还不保，有可能继续往下调如果不全面放开限购的话，仍然保不住的。从哪里可以看出来呢？就这段时间啊，从去年的11月份、12月份到春节结束这段时间，全国各地的二手房仍然往下行的，特别是环沪往下行，上海的周边也要往下行，上海周边往下行，上海的主城区也要往下行。各位小伙伴啊，现在上海的新房想卖出去还是蛮难的，中环以外都几乎卖不动。完蛋了，房地产的置换链条断了。曾经来上海打拼的年轻人靠着全家老小凑出来的100万，买下了300万的老破小，开启了在上海的生活。老破小的房东呢，拿着钱去置换了600万的电梯房，电梯房的业主又拿着钱去换了900万的大三房，大三房的房东换了1200万的小洋房，小洋房的业主拿着2000万在市区买了豪宅，环环相扣，市场一片繁荣。但是现在全乱套了，住2000万的老外要回老家，急着卖房，1200万房子老板业绩下滑，卖房子给员工发工资，900万房子的金融精英被裁员，还不起房贷，只能卖房，600万的大姐因为信托暴雷也只能卖房，大家都急着抛售。可是底层怀着100万首付的年轻人看着房价暴跌不敢买房了，这置换链条一断，上海的房子真是越来越难卖啊！上海房价普遍下跌是不争的事实。过年以后，回上海的人也比从前少了很多。一名上海房屋中介表示，很多人已经恢复到自己的岗位当中了，包括我们中介已经复工了，但是我们上班没事情可干。往年这时候租房子客户很多，但今年来看，你看今年年初10了，到目前为止上海的马路上人都熙熙攘攘，包括很多的街上都冷冷清清的，已经很多的实体都已经关门了，到目前很多人还没有开门，这个现象还是比较可怕的。我们这之前是还没有到上海来，还是打算是不来上海了，然后包括我们开门已经好几天了，所接到的也就极少数一些客户过来咨询了。而此前来上海等地打工的人也是断崖式下跌。一名中介给出了原因：一夜之间，上海、苏州、昆山这边的劳务市场彻底变天了。今年来江浙沪这边打工的普通员工至少少了100万人，当地的人流量也在快速的下降。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？这2年大家来到上海、昆山、苏州找工作，都是奔着高工价来的，都是想挣钱的。结果这边的套路单层出不穷，好多厂开出31小时的工价，然后补差价、扣吃住、扣保险，结果到手只有5、6千。有些厂给出28一小时的工价，报销路费、送被子，还给返费补贴，来了却被黑中介给坑了、骗了。新年过后，上海街头的人依然不多。有人实地探访一家堪称上海最冷清的商场——双狮汇。
一楼有一些店都不知道干什么的，地下1楼呢很多吃的，但是也没有人，甚至连麦当劳都没有一个人。当然麦当劳一些桌子上是有吃剩下的东西的，说明刚刚可能是有人的。这个健身房门口看着就好像是那种挥泪大甩卖的那种服装店一样的，我看这个保安都清闲的在刷短视频。地下2楼呢，我一开始都不敢下去了，果不其然，有的店甚至连灯都不开了，但是地下2楼开的店呢蛮全的。但是啊，你本来就这么稀少的客流，这么多店你要怎么分呢？看看啊，椅子都翻上去了，这里的员工蛮开心的，很早就下班了。一个孤独的老牙叔在拖地，这里空间是真的大，养了这么多植物都绰绰有余的。这个好像是以后要做一个新加坡集市的，但是你有人嘛，不要到时候只有员工啊。但是这里看得出来是有一些高级商场的感觉的，因为这里电梯周围空间特别大。地下3楼呢，停车场就不去了。总的来说呢，这里冷清的确实吓人了。从中呢，我们可以看出上海经济真的是不行了，而这也是中国经济的一个缩影。现在很多中国民众都不得不面对降薪、裁员、失业的窘境。在这种情况之下，他们中的大多数每个月还要节衣缩食还房贷，压力是可想而知的。有些人实在没办法还房贷，选择了卖房，结果发现房价跌的让自己白忙了一场。这名女子的总结说出很多人的心里话。现实就是近10几年的繁华，是楼市把整个社会30年、50年的财富一次性全部拿走了。时代的浪潮造就了太多的富豪，也留下了太多的窟窿。这些窟窿呢，需要我们普通人用下半生的时间去填。楼市的繁华，大部分人呢都没有享受到，留下的烂摊子呢，就像一座大山一样，落在了我们每个老百姓的头上。你们说可笑不可笑？好的，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，请您订阅、点赞，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